哎呀，专家这是转运了吗？本趟打野进过的比度假还舒服，不仅烹饪了绵密多汁的地沟焖刺尾，吃上了外焦里嫩的壁虎烤串，甚至还有香气喷喷的薯片大餐，最后再嚼点香甜可口的野生浆果，喝着荒野养生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野炊的。本期德爷来到了蒙古的戈壁沙漠，这里气候干燥，环境恶劣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。乘坐着节目组的皮卡，德爷在沙漠里穿行了4天3夜，总算抵达了本次的挑战地点。看着司机头也不回的快速驶去，德爷的心中顿时五味杂陈。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依旧老规矩，除了摄影器材，其他东西一样没带。而攻读过小学本科的朋友们都知道，野外生存最重要的毋庸置疑是水源，没有缺德地图，也没有指北针。德爷凭借经验推断，不远处的山脉受地形影响，湿润的水汽说不定会形成地形雨，往那里走应该能找到残存的水源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。随即背上行李朝着前方进发。然而头上顶着40多度的太阳，再加上远处时不时吹来的狂风，这会让他体内的水分快速流失。好在通过观察尿液的颜色，德爷推断并没有过度缺水。随着不断前进，德爷在地上发现了几株植物，当地人叫它野驴枝，其枝叶富含大量水分，是很好的应急水源。德爷抓起一把使劲挤压，深绿色的汁液顿时充满整个口腔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味道还挺不赖。稍微补充了一点水分后，德爷继续朝着远处的高山进发。不过很快他就遇到另一个难题，这里的地面布满了带刺的荆棘，他光着脚丫被捣得痛苦不堪，这严重拖延了他的前进速度。想要继续走下去，就必须有双鞋才行。可周围放眼望去没有任何材料，于是他只好拆下背包上的肩带，给自己加工了一双荒野牌拖鞋。虽然外观看起来不咋地，但总算可以不用踩在布满荆棘的地面上了。而为了能更好地勘测到水源，德爷朝着前方的制高点进发。可令人失望的是，放眼过去，周围仍是满目荒芜。此时德爷的嗓子已经干冒烟了，要是继续走下去的话，显然行不通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德爷找了个地势较低的地方，打算今晚暂时在这里过夜。由于附近没有合适的生火材料，今晚就只能天为被地为席，将就一宿了。来到挑战的第2天，一早德爷就被自己帅醒，趁着眼下太阳还没有那么毒辣，德爷打算多赶一些路。今天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寻找水源。不知过去了多久时间，在征服最后一座山峰后，底下的山谷赫然出现一大片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，正是他心心念念的沙漠绿洲，而其中颜色较深的地方最有可能找到水源。德爷一个没忍住就发出高兴的给，可不料在朝谷底前进时，他却发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地上散落着许多的骆驼骸骨，这可不是个好迹象，这说明附近有熊大熊二出没。考虑到戈壁熊数量极其稀少，德爷才壮着胆子进入芦苇荡。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发出声响，希望能吓退隐藏的危险。随着脚下的泥土越来越湿润，一个清澈见底的水坑出现在眼前，这可把德爷激动坏了，赶忙趴下蹲一顿狂饮，这种感觉简直比中了头奖还爽。这就跟我在。解决完迫在眉睫的水源问题，德爷又抓了一把淤泥涂抹在身上当防晒，随后来到一块岩壁下安营扎寨。这里不仅可以遮挡烈日，还能躲避戈壁熊的攻击。考虑到沙漠里的昼夜温差比较大，德爷接下来还得把火生起来，到附近收集来一些木材和火绒，用石头加工出一套生火工具。德爷开始有条不紊进行摩擦。得益于这里的气候炎热干燥，短短半小时，火苗就应运而生。有了火堆的加持，今晚总算能睡个好觉了。随着时间来到第3天，眼看被动技能即将到期，今天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寻找蛋白质。出门探索时，德爷发现了许多地松鼠的巢穴，而且每个洞口还有相连的痕迹。他推测里面可能住着一窝地松鼠，而对付这些家伙最好用的方法就是火攻。德爷先用石头将多余的洞口堵住，然后在剩下的一个洞口生火，盼望着浓烟能将里面的地松鼠熏死。2个半小时后过来检查，拿着棍子就是一顿捣破，可不料连根毛都没发现。他觉得肯定是没有风将烟雾吹进洞里的缘故，情急之下他打起了那些骆驼骸骨的主意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骨髓。结果等摔开一看，里面却空空如也。由于芦苇荡可能有戈壁熊出没，之前德爷一直没敢往深处探索，不过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冒险返回芦苇荡寻找食物。没一会儿他就有了发现，这个是糖浆草，其根部不仅富含碳水化合物，而且味道微甜，有点像甘草。返回营地的路上，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宝罐，用来煮茶再合适不过了。果然人一旦走了运挡都挡不住。他又发现了一株浆果树，很显然是戈壁熊的食物。德爷摘了一大把就往嘴里吞，吃起来香甜可口，味道简直棒极了。一个没忍住又发出给怪声。而作为一个绅士的英国人，理查德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泡上杯西湖龙井，一口凉凉的热茶下肚，身上的疲惫感顿时烟消云散。于是转身就开始了庇护所的搭建。由于周围基本没有木头，所以整个庇护所的主体只能用石头搭建，这也就导致了德爷的体力消耗非常大，一直忙活到傍晚，他也只完成了2/3。就这样来到挑战的第5天，饥肠辘辘的德爷开始从石头下面寻找蛋白质。他逐一翻开石头，底下的蜥蜴在身体被晒暖之前几乎一动不动，没费多少功夫，德爷就抓了4、5只，带回营地直接穿在树枝上，架在火上炭烤。等滋滋冒油后，德爷开始享受其美味，一口下去嘎嘣脆，鸡肉味，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10倍，不知比淄博烧烤好吃多少倍。德爷吃的连骨头渣
渣都不剩。酒足饭饱后，德爷准备散散步，结果半路上却发现一块石头下有动静。仔细观察后，发现竟是只未成年的小刺猬。看这小家伙也是被德爷吓得瑟瑟发抖。虽然德爷表示自己于心不忍，但在生存面前可不能圣母心，于是果断用石头结束了他的生命。由于之前从未烹饪过刺猬，于是德爷决定用最直接的方法做个地下烤炉，把肉弄熟，先在地上挖一个坑，接着底部填上一层石头，然后在上面生一堆火，等熄灭后把刺猬放进去，最后表面覆盖上一层树叶锁住水分，就可以静静等待美味出炉了。经过4个小时的木炭烘烤，德爷迫不及待过来检查成果。掀开烤炉的瞬间，香味扑面而来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火候恰到好处，刺猬刺轻轻一扯就能骨肉分离，品尝一口实在是太好吃了。刺猬肉绵密多汁，软糯香甜，德爷直夸是人间极品，唯一可惜的就是忘带孜然粉了。体内有了蛋白质的补充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德爷不断完善庇护所的建造。经过4天的搭建，食物不仅坚固耐用，而且还极具观赏性。不过为了证明自己能长期在这里生存下去，德爷打算再次对地松鼠下手。来到之前发现了一组新洞穴旁，还是把多余的洞口堵住，只留下地势最低的洞口。接着引燃火堆，借助风势烟雾很快就吹了进去。等待烟雾起作用的同时，德爷想完成食屋的最后一步，从周围收集来大量木头，把它们整齐的摆放在顶上。没一会，一个豪华的食屋就大功告成了。随后过去检查洞口，没想到还真有收获，是一只刚睡着的小杰瑞。还没等他高兴完，另一个洞口又传来了好消息。最终德爷也是成功收获3只蛋白质，这次依旧采用地下火炉进行烹饪。临近黄昏，他坐在食屋旁享受着美食，一口咬下去，嘎嘣脆，鸡肉味，蛋白质的含量是牛肉的几千倍。吃完再来点浆果当甜点，好端端的一档荒野求生节目，硬是被他过成了带薪度假。隔天到了回家的日子，德爷背上行李，搭乘着摄制组的皮卡顺利结束了本期挑战。